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15英寸版本的 MacBook Air 银色版本，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哎，这里有一根和机身颜色匹配的磁吸编织充电线。MacBook Air 依然是配备的这个35瓦趴式双 Type C 接口的这个电源。哇！ 这个银色不得不说还是很经典的一个颜色啊！我们来给它进行开盖儿。今天的视频我来解答大家最关注的3个问题啊。第一个，15英寸的 Air 相比于13英寸这个经典尺寸用起来有什么差别？第二个，老问题，配置怎么选？第三个，可能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遇到的一个很奇怪的纠结选购问题啊，就是买15英寸的 Air 还是买14英寸的 Pro？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15英寸的 Air 有哪些改变？ 我可能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感受，就是 Air 难道不是代表着轻巧便携吗？你搞一个15英寸的还算是轻便吗？如果我们和13英寸 Air 相比，那15英寸的 Air 重量增加了270克，达到了3斤，绝对值上肯定是不算轻了。厚度依然控制的十分出色，1.15厘米，这个厚度放在15英寸大笔记本就非常的漂亮啊，拿在手里就好像是一个平铺的纸板，一面排开。15英寸 Air 的轻薄还是需要同尺寸产品衬托的啊，比如说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放在旁边，大家就能看出 Air 的薄有多夸张啊 ！Air 整机的厚度和 Pro 的底座是差不多厚度的，翻开屏幕之后对比同样夸张。如果不算上为了散热增加的脚垫，15英寸的 Air 底座其实和 iPad Pro 那个平板厚度是几乎相同的。重量上 Air 要比 Pro 轻了足足650克，也就是说轻了1斤多，这一点就太友好了。需要说明的是 ，Air 要比我的14英寸 Pro 还要薄了许多，而且轻了120克，也就是说，如果你背着外出差，那么15英寸的 Air 负担要比14英寸 Pro 更小。15英寸的屏幕到底是多大一款屏幕呢？这是13英寸 MacBook Air， 而这是15英寸的 MacBook Air。打开同样一个网页，壁纸露出的部分就是15英寸增大的视野面积。全屏看网页，你能在15英寸笔记本上看见 M2 芯片的信息，而在13英寸上是看不到的。使用 Xcode 编程，13英寸能看到38行代码，而15英寸能看到46行代码。如果我们再利用上屏幕左右两侧的面积，那么15英寸可以比13英寸多看10行代码。同样打开一个 Excel 表格，13英寸可以完整的看到29行，而15英寸可以完整的看到37行。喜欢大字体清晰观感的用户，同样一篇文稿，13英寸满屏适配，字体大小是247%，而15英寸满屏适配，字体大小是287%，更清晰、更易读。同屏多窗口作业，两个大小相同的窗口，大家可以看一下13英寸被遮挡的面积。而当我进入左右分屏之后，同样一个网页，同样一篇文稿，左右两个窗口显示的信息密度，15英寸也要多出不少。同样看一部电影，13英寸的呢叫做还不错，15英寸的叫做扑面而来。我插播一下，15英寸 Air 升级到了6扬声器，人声的那种透彻是大幅度提升的，但是依然要略弱于14寸 Pro。那和16寸 Pro 相比起来，重低音环节还是明显有差距啊。Oleg, cello, Oleg, cello。用15英寸笔记本玩游戏感觉也很好啊，就整个画面铺满屏幕，配合 PS5 手柄啊，确实要比13英寸更好玩一些。这个忍者神龟这个游戏我是最近才发现的，我发现这个画面还很好，就这个画面很符合我小的时候玩那个忍者神龟的感觉。哇，这个大耗子，哇，这 BOSS 啊，哇。那么作为一款 Air 15英寸的便携性到底如何呢？首先啊，对于大多数包包，15英寸都处于刚刚好的状态啊。什么是刚刚好呢？就是16寸的 Pro 是刚刚好塞不下，而15英寸是刚刚好可以放进去。右边能顶住的时候，左边刚好差一点点。然后我现在手里这是15寸的 MacBook Air，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右边完全卡住，左边刚刚好。这个笔记本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啊。帆布包的话，装进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常规尺寸的帆布包装一个15英寸的笔记本都是绰绰有余。斜挎包塞进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也不会给肩膀带来太大的负担。学生党特别喜欢把笔记本抱在胸前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上班族喜欢单臂握持笔记本，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需要注意啊，15英寸的定位呢，应该就是轻便大屏的笔记本。
如果和13英寸 Air 相比，比如说高铁呀或者飞机呀那些比较狭窄的使用环境，那15英寸肯定还是要更勉强一些的。所以我认为啊，这款笔记本它最佳的使用场景其实并不是单纯的移动办公，而是更适合那些日常家里没有大屏幕台式主机，但是又想要大屏幕又不需要 Pro 的性能那部分用户来使用。15英寸的大屏你放在家里就当一个桌面电脑来使用，平时你可以把这台电脑从家拿到教室啊，或者拿到图书馆啊，或者拿到办公室啊，或者拿到会议室，这些场景也能够轻松拿捏。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满天飞的商务用户，那么我还是会更推荐13英寸的 Air， 哇，这个尺寸真的是太经典了。同时，15英寸的价格其实也是这款笔记本的一个优势，相比于16英寸 Pro 的价格，它其实砍掉了一半啊。此前你想要大屏的苹果笔记本的用户，除了16英寸，它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接受这个厚度，接受这个重量，同时要接受这个2万块钱的售价。哪怕你根本用不上 Pro 的性能，也只有这一个选择。我身边有不止一个朋友，他们就是为了有一款大屏幕，在完全不需要 Pro 性能的前提下，愿意背着一台16寸 Pro 啊，远渡重洋去参加 WWDC。而现在15英寸的 Air 把这块拼图给补全了。第二部分，我来说说下单时的选配。首先，颜色上，午夜色已经发布了一阵子，新鲜劲儿已经退潮，没有去年那种拿出去接受身边人的注目礼，然后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擦指纹的那种爽感了。所以15英寸我会优先推荐更能够显示出 Air 轻盈的浅色系，银色以及星光色。银色是超经典、超耐看的稳妥选择，但是有一个细节需要提醒大家 ，Pro 的银色采用的是黑色苹果 logo， 而 Air 呢，则是银色的苹果 logo， 黑白对比之下就显得 Pro 这个银色外壳特别的闪亮，特别的好看，而 Air 这个银色呢就比较温和，没有那么出挑。今年我依然会把星光色作为最主推的颜色，这是过去2年多时间里我 MacBook Air、iPad mini 以及 iPad Air 共同的选择，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香槟之间呢带有一点点俏皮，在金色和银色之间又很优雅的转换。我日常是非常不喜欢金色产品的一个人，但是星光色真的把我打动了。第二个选择，存储和容量，对于预算充足的用户，那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很多预算有限的同学，他们会在8+512和16+256之间纠结啊，翻译过来就是反正我就有这1500块扩展基金啊，爱咋咋地。这个部分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就是都担心8GB 内存不够用，会卡顿，对吧？用2年就被淘汰。首先明确一点，对于大部分普通用户或者说 Air 的目标用户，8GB绝对够用。我打开一些大家常用的软件，展示一下这个操作的流畅度，你就能够看到啊。至于有同学说打开一些 Office 软件会长时间处于转圈的状态，这个位置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是2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呢是使用了盗版的 Office 啊，解决办法是购买正版的 Office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开一个，我在这里有一个这样一个文件啊，我现在给它打开，大家看，我从点击到打开，大概是这么长一段时间，它拥有25万条表格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上下滑动它的一个流畅程度。而且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同时还打开着这些个应用。家庭版1年200多块钱吧，全家6个人可以使用，平分下来1年一个人才40多块钱。你说你这1万块钱的电脑都买了，完了最后因为那1年40多块钱使用盗版，导致天天转圈儿，是不是不太合适？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使用 WPS， 就兼容度不错，而且它还免费，你看点广告就看点，对吧？1年能省40呢。第二种卡顿呢，通常是由于输入法造成的，就你换一个输入法，大概率就可以解决。纠结8GB 够不够用的用户，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用户，也没有太多专业的软件，大家只是焦虑，就是不了解嘛，就怕不够用。所以我来跟大家说，够用。相比较之下，我反而认为存储空间是更多普通用户能用到的，尤其是在拥有这样一块漂亮的大屏幕的前提下，你存储电影、存储照片、存储游戏，其实都很实用。比如说，你有一个空间，你就可以下载一个这个海绵宝宝的游戏嘛。好家伙，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海绵宝宝这款游戏啊！啊，原来我追的这个是坏蛋啊！哦，是巨无霸大星。当然了，与内存相比，存储呢依然有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外接移动硬盘。三星 T7 啊，我已经推荐800遍了啊！前2天2TB 版本最低跌破过900块钱，800多块钱买2TB，和苹果这个1500块钱买256GB， 确实还是要实惠不少。当然缺点呢，它就是走到哪儿你这个得耷拉着走，而且呢速度也没有苹果自带的那么快。不过15英寸这款笔记本它本身就更偏向
固定位置来使用，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它比13英寸要更适合外接一个移动硬盘。最后一个在购买中的选择就是充电插头，在购买的时候你依然可以自由的选择是要一个35瓦的趴式双接口充电器，还是要一个70瓦的单接口。70瓦充电速度会更快，实际测试半小时充电的48%，1小时充电的82%。但是呢，我的建议啊，还是会推荐这个35瓦的双接口插头。3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插头真的非常适合外出，就很多高铁、飞机、酒店那种墙上的插头，趴着充电更稳定。第二就是这款设备呢，可以同时给你的2个苹果设备充电，而且在你插拔的过程中不会断电。第三，也依然是最重要的，就是 Air 它的满电续航可以达到18个小时啊！实测 1080P 视频从99%播放到1%，就是我没算那个99到100之间那很长一段时间啊，可以连续播放12个小时。加上 Air 又不是 Pro 那种短时间性能猛增、疯狂耗电的产品，日常呢对于快充基本没有需求，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枚35瓦的插头。说完选配，最后我们来说说 M2 芯片的 MacBook 系列该怎么选啊？13英寸、14英寸、15英寸、16英寸，好家伙，4个尺寸还连上了。首先，如果你对便携要求高啊，移动办公、出差外出的频率很高，那13英寸的 Air 依然是首选。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发生在前2天的小故事。我们前一阵不是一堆博主去美国参加 WWDC 嘛，我呢背的是一个14英寸的 Pro， 因为单兵种作战嘛，就为了出片效率。结果我到那儿一看，好家伙，大家都带的是 MacBook 13寸的 Air 啊，迪仔带的是 Air，Eva 带的是 Air， 小白带的是 Air， 硕硕带的是 Air， 就因为它是很薄的平平整整的一片电脑嘛，就那么咻抽出来。就那个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就是我在现场给我馋坏了。我就问迪仔，我说，哎，像咱们这种剪辑强需求的，你出门不带 Pro 啊？迪仔说，像这种出差一般也就2轨视频吧，就拍产品1轨，拍自己1轨，那 Air 绝对够用啊。我当时一想，是啊，就对于出差，大部分人的使用场景其实并不会非常重度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13英寸的 Air 真的是一款非常适合的笔记本。至于16英寸的 Pro， 老魏这次背的就是16英寸的 Pro， 不光是一个16英寸的 Pro， 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佳能相机，还有一个给相机充电的这么大个的一个巨型充电宝啊。老魏后来跟我说，以后出差他也不背这个16英寸了。所以呢，你如果想选16英寸这款，你一定是非常专业，就对自己需求非常清晰，你就是要一个大屏，然后要一个绝强的性能的用户。那普通用户，我建议不要碰16英寸的，否则容易腰疼。至于最让大家纠结的是选择14寸的 Pro 还是15寸的 Air 啊，纠结这2款，基本就是有一个特征，就手握1万块钱左右的预算，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我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14英寸、15英寸、16英寸3款笔记本对比之下的显示效果，你会发现15英寸的 Air 和16英寸 Pro 它们的显示内容会明显的多于14寸的 Pro， 对不对？我把4款笔记本的右下角对齐，大家就能看出体积上的差别。15英寸和16英寸是一个级别的，14英寸是跟小孩那一说的。14英寸 Pro 的核心优势在于性能和屏幕显示。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用户，那么它会给你带来远超过 Air 的效率和表现。但是相应的，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用户，日常就使用 Office 视频会议、上网看视频，那么Pro 的这些性能对你来说基本是体现不出来，重量和厚度可以体现出来。我还是那个建议啊，如果你在过去1年半时间里都没有购买 MacBook Pro， 那就说明你不需要 Pro， 你没有任何道理因为新出的 Air， 你觉得 Air 贵，然后去买一款自己不需要的产品。你喜欢的产品现在贵，你需要做的就是等它降价。去年13寸 Air 发布的时候，也有一堆人喊贵，也有说买 Air 不如买14寸 Pro， 哎呀，14寸 Pro 可真累啊，每次发新品就要出来走2步。那么 Air 现在已经迎来降价了，官方降了500，第三方降了1300，现在8000块钱就能买到了。今天发生在 MacBook Pro 身上的事情，未来同样也会发生在 MacBook Air 身上。你需要的就是明确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稀里糊涂的把1万块钱用在自己不需要也不喜欢的产品上。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适合 Pro 还是 Air， 那么我永远只推荐 Air， 它的性能绝对够用啊。Pro 的目标用户根本不会在 Pro 和 Air 之间纠结。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性价比，而是追求体验价格比。你用不上的性能，多花1分钱都是浪费，而让你每天心情愉悦、腰背舒展的大屏轻薄体验，才是你最应该关注的。最后总结一句话：频繁出差选13，日常家用选15，专业性能选14，锻炼筋骨选16，不是，极致专业选16。这谁给写的词儿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